好，给大家示范一下这个紫藤叶子。因为画这个紫藤的话，我们这个花瓣呐、嫩叶什么的，我们每一次都有示范，但是这个叶子的话没有单独给大家示范。我们来示范一下这个紫藤的叶子。紫藤的叶子它是中间一条这个叶柄，然后两边都长叶子，两边长叶子，它是这样子而且两边的叶子长得有一点平均。实物的话它长得有点平均，但实际上我们去画的时候，我们不能画那么平均。你看，假如说我们下面画一片紫藤花的叶子，我们就一笔就完成，它的一片叶子就一笔。你可以画一些小的，然后你再画一片大的，然后再画一片小的，然后你可以画一下这个方向的，让它有一些变化，让这个叶子不要太平均。你看，让它可以从这里穿过来。好，这里可能看得到一点点，有些看不到了啊。然后这里偶尔来一个。你看这个一组叶子，这个紫藤，如果我们这一组叶子它就很合理，两边都有变化。有一个什么变化？这边比较稀哈，比较疏，有这个疏密的变化，这边就比较密。我们画这个叶子的时候要有这个疏密关系，要有一些大的，有一些小的，这样子参差来画。颜色上，本身我们画的时候，我们颜色上也要有这个深浅的变化。就是画的时候，这个笔尖哈，有一些你这个颜色，你看这个笔尖是不是要深一些？为什么我这个笔尖要蘸墨？笔尖蘸墨就让这一片叶子，我们这一片叶子下来，你看它是由深到浅的，这里是由深，这边会浅，由深到浅的这种变化。我们不能说一片叶子画成一样的颜色，所有叶子就一样的颜色就不对了。就是这个问题的话，经常就是我看大家作业的时候就会有出现这个问题，就是笔尖没有沾到墨，所以你们画出来这个叶子就是全部都是一样的颜色。就比如说我这一次我没有沾墨啊，没有沾墨，我不沾墨的话，我不沾墨的这样子一片叶子出来，它就没有变化，是不是？这个就是全部是一样的，整体这一片叶子颜色都是一样的，没有这种颜色上的这种深浅变化。好，我们再来画一组叶子啊，这样上去一组叶子，我们笔尖蘸一点墨，下去。好，这一片叶子，两片、三片。那这里又大一点。好，这边我们让它看不见，垂下来的这种感觉啊，垂下来看这种感觉，你可以再画一点淡的层次，可以画一些淡的层次在后面，就从这里伸出来，伸的有长有短的这种感觉，让它垂下去的这种感觉。就是不要这样子哈。你画的时候，就是假如说这是一组叶子，你不要太平均了，这里一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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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一个，这里一个，这一个，这一个，像这样子平均了，它就不对了，这样子就不好看了。我们要有变化，这个叶子，这个叶片要有这个大小，要有大有小啊。这个画的时候你可以随意一点，可以快一点，看这样子随意一点，快一点，点出有大有小，有变化。好。然后这个颜色上也稍微的有一点变化，啊，你看这一组叶子它就有变化，不会说太平均了，像这样子太平均了它就不好看。那我们再画一组叶子的时候，假如说这里有一个枝干，假如说这里是一个枝干哈，如果它要长一般的话，它这个一个地方紫藤的特征是它在一个地方可能会生长出几组叶子。这里一组，这里两组，那我们可以不要全部很平均，我们可以在这边来一组，
让它上去。那这里一组，那这里想再多一点也可以再继续加哈，再多一点也可以继续加啊。这里3组，这里1组，或者这里再来1组，反正你不要太平均了，不要两边的这个叶子都是一样多一样大，这样就不好看。我们这个组合也要分这个大小的这个组合。好，我们来画一下这个叶子。我们首先来画这一组最大的叶子，我们还用这个叶子的颜色跟那个牡丹叶子的颜色是一样的，花青加藤黄加墨，然后笔尖蘸浓墨。好，我们在这里来一组，来中间的一片，这一片我们可以大一点，这里可以小一点，又小一点，那这里再来大一点，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啊，有大有小有变化。笔尖要蘸一点墨啊，笔尖蘸一点墨。那这边的叶子也是一样的，要有变化，要有这个大小的变化。好，我们这一线我们就看不见了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后面还有一组，后面一组，那我们就伸出来一点点，让它在后面的这个层次里藏着的这种感觉。好，让它有这种层次的这种变化的那种感觉。好，这里2组，那这边再来1组，一样的，这叶子要有变化，要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变化，不要每一片都是一样大啊。你看这边可以小一点，偶尔来一个大一点。好，这个是1组，然后我们这里再来1组，这边来1组。一样的要有这种大小的变化，你可以快一点下来，可以快一点。你看一共1、2、3、4组叶子，4组叶子它这边多，让这一块多，让这一块少，它这又有一个多少的一个对比，然后有一个疏密关系。在我们安排这个叶子的时候，里面也要有一些参差，我们不能说在我们安排这个紫藤叶子，假如说这里是一个枝干。我们这样子去安排，这样去安排，这样也不对哈。我们偶尔要有一些参差，而且最好不要两组叶子这样子平行，避免这个平行。这个都是细节上的东西，在我们画的时候要注意这些细节。现在我们画的是这个紫藤的叶子啊，来紫藤的叶子一样的勾一下这个叶茎。一样的，我们用这个浓墨来勾一下这个叶茎。勾叶茎的时候，紫藤叶子可能就随意的勾，比这个牡丹花更加不用勾的那么仔细啊。通常如果我们画稍微大一点的血叶，我们就勾一笔，就勾中间的这一笔就可以了。但是我们有一些地方我们就勾中间的一笔就可以了，随意的勾，不要太多，不要勾得太仔细了。一下子勾个像这种小的，我们就中间来一笔就可以了，这种小的就来一笔就可以了。稍微大一点，我们可以勾个2、3笔。好，就这样子就可以了。这个一组叶子就这样子可以完成。那我们现在我们开始画我们的这一幅作品，给大家讲一下今天的构图。那我们今天画的这一幅，用这个4齿对开的4齿调平。4齿调平它是多大呢？34.5啊。那我们找出这个中线的位置，还是一样找出中线的位置。那我们这样子把这里画一串，这里来一串这个紫藤。这个后面可以再来一串，我们可以从这里出一个老枝干出去，从上下来之后，然后我们再让它再上去，又下来，然后再上去，再上去。好，这里会再来一个藤，有这种变化，有这种一个直的一个曲的这种变化，然后我们中间再去加东西，
我们中间这里叶子可以加一些叶子，然后后面又画一些花，叶子后面又有一些花，让它藏起来。这里可以再加一些什么枝干之类的，再来一些枝干，来一些叶子。这里可以再来一串花，看情况啊，看情况。这里如果不用画花，我们这里可以伸出一组叶子，两组叶子也可以。那我们大概的一个构图是这样子啊，就是这样的一个形态，这样的一个姿态，大概是这样的一个姿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按照这个姿态差不多。我们所用的颜色先要写出来嘛，颜色。花我们用这个还是一样的，用这个玫瑰红。玫瑰红、太青蓝、胭脂、藤黄、太白，这个是花要用到的所有颜色。然后叶花青加墨，还是跟那个牡丹花的叶子一样的，就是花青加墨。嫩叶、三绿、藤黄、朱标、胭脂。还有这个老藤，就用墨，你也可以扫一点点这个赭石，也可以加一点赭石。花青加藤黄啊，错了啊，这里错了，少写一个。花青加藤黄，再加墨啊，再加墨。花青加藤黄调成墨绿色，画的时候笔尖再蘸浓墨，然后我们可以开始画。